小学的时候其实就有打呼的问题，随着年纪增长到现在，其实打呼的状况是非常严重。也是因为做过睡眠检测，所以发现自己是属于重度呼吸中止的这个患者。我会想做正颌的原因，最主要也是因为后来自己结婚有了女儿之后，也希望说自己的健康不会影响到家人。因为毕竟这个重度呼吸中止，其实会让自己可能会有一些像中风的几率产生，或者是说你有可能会有一些心血管疾病的问题，那这个都会影响到家人，他们会后续需要去照顾你，那其实对家人来说是蛮大的一个负担的。像我爸爸，他就是也有这个呼吸中止，以至于后面他不幸发生这个中风的这个症状。他的这个重度呼吸中止也影响到他的这个睡眠，也影响到他的这个健康。那对我来讲，我会觉得这个会是影响到未来家人，我的健康可能会是造成他们的负担。我希望透过这个手术治疗我这个状况，不会让我说增加这个所谓中风跟心血管疾病的这个风险。我会选择在风华，是因为其实在跟谢医师讨论过程中，其实谢医师给我们的回馈都是蛮仔细的，然后也可以告诉你说你实际的状况在哪里，以及这个手术对你的帮助有多大。那当然，以我的案例来说，我是天生是因为上下颚结构发育不全，导致就是比较内缩，以至于说我的呼吸道没有那么宽敞。正颚会是最好的根治的方法。我之前也有在长庚医院检测过，然后也有评估过这个正颚手术。谢医师这里的话，因为除了这个正颚之外，它其实还可以兼具我的脸型的一个修饰，那说不定我可以变成都敏俊之类的，我们 maybe 那个什么李敏镐啊之类的，对，主要就是专业的团队让我能够放心，然后也有不错的这个医疗设备。那也可以帮助你术后的恢复，时间上可以缩短一些。主要还是透过谢医师这个亲自操刀以及他的专业的这个正颚手术的所谓的经验来说，让我是比较放心的。家人对我在风华这边来说，其实一开始是蛮担心的。那后续我觉得我有跟他们提到，就是风华其实能够提供更专业的。而且是专人的服务，那对我术后这一块的照顾来说，我觉得跟大医院比起来，因为大医院是比较多护士，可能一个人要对很多个患者。那在风华这里的话，其实它是由专任专职的护士在负责你术后的这个照顾，所以我在风华诊所做这个手术，我跟我的家人都是非常安心的。我现在术后的话，其实在白天的这个精神状况其实改善非常多。之前术前的话，其实我有蛮严重的嗜睡问题，平常会觉得很疲惫，然后尤其是像饭后容易就是打瞌睡，开车的时候也会容易疲惫，所以之前开车都会常常就是需要吃一些口香糖维持精神状态这样子。那现在术后之后，其实就没有这样的问题。那包含像以前打呼声都会很大，晚上的时候睡觉其实。枕边人像我太太以前都要戴耳塞，现在是不需要，所以打呼这症状其实改善蛮多的。在外观上，当然就是因为做正颚，所以上下颚往前延伸。那脸型的话就会做一个修饰，就是会看起来比以前更长这样子。那其实现在像我太太啊、小朋友，其实晚上睡觉，已经不会被我的这个打呼声给影响了。当然我太太啦，她会觉得说我做这个手术是。非常成功的，当然对我的这个未来的健康状况来讲的话，也是会有很大的帮助。像我是重度呼吸中止症的患者，所以其实对我来说，像阳压呼吸器或是止鼾牙套，其实它的帮助有限。像止鼾牙套，它是透过把你的下颚往前延伸，那去达到一个呼吸比较顺畅的效果。那其实它也是会影响到你的睡眠，因为你一直维持一个后倒的状态，一整个晚上其实是不是那么好睡的。再来是阳压呼吸器，它是透过一个类似正压的方式，就是
你的口鼻戴着面罩，然后是紧闭的状态，等于说你的面罩你是不能戴得很松，你是必须要完全是很紧的状态，就是空气是密闭不会漏出来的，然后再透过这个机器把这个空气直接打到你的肺里面，所以它是会有个压力在。其实你这样一直戴着，有时候你要翻身，你要又有一个呼吸管在你的身上，其实晚上的睡眠的品质其实也不是很好。虽然你的这个呼吸状况是有改善，但不是一个长久之道。我觉得正颚这个手术完之后，虽然手术后的过程会大概辛苦的大概几个礼拜1个月，但是其实它后续你是不需要透过这些辅助的东西去维持你的睡眠跟呼吸的一个状况，其实是差蛮多的。对，那当然这个过程是辛苦的，但是我觉得说，因为毕竟像我现在是术后第4个月，其实你只要大概撑过1个月，其实那个状况就会好非常多了。所以辛苦的这个部分是值得你去尝试的这样子。正颚手术选择风华。